时候差不多了，移动方向往杜族4门位，这方向对隐藏逃避有利，多加小心。收到。蓝色暴风，我是蓝豹，欢迎大家收看本期蓝豹测评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，这款现货价格一路飙升到600块钱的行客飞影，看看这次的素质究竟怎么样吧。首先在包装盒的大小方面的话呢，咱们可以对比一下同系列的刑天系列啊，因为这是一个新版的一个包装盒，所以说根本就不能跟刑天这个系列成一个正比了。不废话，打开包装盒来看看内部的信息。内包方面呢，还是老传统，依旧是上下2层，上面是主体，下面是配件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主体。这款行客飞影拿起来的话，感觉还是挺不错的。比起之前出的这个行客来说，这次飞影的进步还是挺多的。当然毛病也是不少，我们之后慢慢说。首先的话呢，它这次的关节阻尼感把持力度的话是调配了不少啊。比之前的产品要好很多啊！就基本的这些关节松弛的地方，在这款产品上基本上都不会松弛了。就比方说比较明显的腰转松弛，这次的话紧实度还是有的。包括它这个侧踢，再加上这个大腿平转，这次终于是稍微做出一定的阻尼感了，好评。屈膝关节的话呢，也不算是特别松，就是脚踝的这个部分稍微有点松，别的没什么太大的一个问题。来吧，咱们开始就先对比一下同系列的这个刑天铠甲，看看这次的飞影有没有改善刑天之前遗留的老问题。首先就是第一点啊，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断腰问题。那么它这次的装呢，可以看到它不再是以前的这个半装式的设计了，这次的稳定性大家可以放心。第二点呢，就是关于这个脚是否又是这个左右不分的一个问题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，可以发现这次确实是有所修正了，不再像之前的刑天的这个脚一样是左右不分，这里也做出了一定的改良。其次呢，在召唤器方面的话，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之前的刑天。那么之前的刑天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个召唤器虽然说没有什么太多的细节，但是呢，它是可以完全变成照相机的模式。而这次的飞影铠甲居然只能是放在腰带上，不能像刑天一样拆卸下来变成照相机模式，中间的 MP3 也是无法拆下的，这也而且很可惜，并且中间的这个 MP3 的这个天窗啊是个实色零件啊，并不是透明件。附属的卡片呢也是这4张召唤卡。一会儿呢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海拼飞影。在小臂的臂章部分的话呢，是跟刑天系列是同规格的，也是属于遗印的刻画。随后大家也可以看看这次蓝豹手中的这只飞影的这个中奖情况，可以看到我这只品相还是挺不错的，基本上没有网上传出来那么严重的中奖情况，包括它这个嘴部这个漆面，我个人感觉我这只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只不过呢，它这个复眼细节感觉是有点糊啊，就是感觉红色的零件稍微有点靠后了，所以看不清内部的一些细节刻画。就比方说这个边角的这个位置，一会儿咱们对比一下铠拼，大家就明白我的意思了。头上这个绿色的宝石里头的细节还是挺漂亮的。那么背后的话呢，是一个银色的大盖板，感觉还是挺还原于剧中的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就请出这个铠拼飞影。首先把这2款飞影放在同一个规格比例下，大家可以观察一下，大家更喜欢哪个飞影一些呢？首先就2款飞影的这个配色而言啊，这个明显是刑客这个飞影更要还原于剧中一些，比较偏深蓝一些。由于它们的这个规格都不是一样，一个是成品，一个则是拼装，所以说在重量方面的话呢，肯定是有所差别的，明显是刑客更胜一筹啊。之后呢，把持力度方面的话呢，明显是刑客要更好一些的。像这个铠拼的话呢，它这个腰啊是稍微有点松的，但这些的话呢，我个人感觉都不是重点。但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些东西，由于是他们产品不同的倾向所造成这种差异，你不能绝对是用这个成品跟拼装去比吧，那我觉得真的是没有任何可比性。
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成品和拼装之间的这个细节差异。首先我们对比一下这个复眼细节的这个刻画。刚才我也说了一下这个行客飞影的这个复眼细节，它是稍微有点偏糊的，它是有点往后靠的。而这个凯拼飞影这个复眼细节的话是非常的清晰的，没有任何的瑕疵可以说是。而且它中间这个有凸起这个黑点也被我剪掉了，所以说显得格外的清晰，没有任何的毛病。并且头上这个绿色的宝石看起来是有点模糊的，就感觉细节是真的是太过于靠后了。而这个凯拼飞影的话呢，头上这个绿色的晶片或者是宝石的细节，我觉得它这个亮度的话呢会更加的高一些。表臂方面的话呢，臂章一个是贴纸，一个是这个遗印啊，大家觉得哪一种效果更好一些呢？然后转动一周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。因为它是拼装的缘故啊，所以水纹是无法避免的。当然成品的话呢，这点漆面肯定是上好，这点没毛病。上半身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整个胸甲的话呢，凯拼的话呢会往外突出一些，而行客的话呢是稍微有点平的，这点是最大的一些区别吧。其次呢，我们来对比一下两个版本的召唤器。我觉得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高下立判了。行客的话呢，它是一个不可动、不可变形，而且没有任何透明零件的一个结构。而拼装的话呢，我觉得是属于完爆了。玩过的小伙伴应该都清楚吧。它不仅是有这个细节的各种分色的刻画，有透明零件的加持，而且呢，它是有做到这个独立面板的这个拆卸功能。你像这个，无论是说 MP3 的这个能力，还是说它变成这个带有展开的这样的一个能力，包括呢它这个可以变成极电飞影的这个模式，旁边这个小翅膀是可以随意的展开，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的一个状态，这个是行客无法做到的。另一方面的话呢，附属了一个这个即将弹响指的这个手型，因为这个手型它跟这个握拳手的区别并不多，所以说造成这个差异的情况区别也不是特别的大。其他手型的话呢，就是这个握武器的手型，这种半开抓握的手型，半开的啊。然后呢是这个握持卡片的手型，跟席天一样。最后呢是这样的一个摊掌手啊。替换手型的方面的话呢，咱们看一下啊，直接把这个关节拔下来，可以看到这个球关的话呢还是非常紧实的。我不知道时间长会不会发生断装的情况。卡扣还是非常不错，挺清脆。我们看一下召唤卡方面的这个对比，这个是凯拼的召唤卡，这个是行客的召唤卡。其实最大的区别呢，莫过于就是行客的话呢，只做了这个正反两面，而这个凯拼的召唤卡的话呢，它不仅是有正面，而且还有背面的这个细节刻画。虽然说这个东西啊，在剧中基本上没怎么展示，但是奥迪双钻能做出来了，我觉得就比行客强。那武器方面咱们也对比一下，这个是行客的极影刀，而这个是凯拼的极影刀。那么在长度大小方面对比一下，其实凯拼没有比行客长太多，可能也就是一个比例的一个问题。然后细节表现方面的话呢，像这个凯拼的极影刀中间呢是个红色的透明件，而行客的话呢一直都是用实色零件来进行实现的。可以看到凯拼的话呢，这个刀柄呢是有点歪的，而行客的话呢，因为是铸模的缘故啊，所以说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。另外呢，这是行客的极影枪，这个呢是凯拼的极影枪，两者之间呢，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个比例方面的长短问题啊，不是特别明显之外，也就是配色的一些区别了。接着让行客飞影拿下他的专属武器极影刀，哇，果然还是拿出专属武器的飞影最帅了。这里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想法，就是之后他这个飞影腿行客要怎么给基础进行替换呢？难道又要整出那个战神刑天捆绑销售的那个套路了吗？好像这里并没有任何的拆卸机关的可能性啊，难道这个腿是没办法要替换的了吗？这里呢，我们直接拿出这个凯拼的这个飞影腿来比较一下。那么大小方面的话呢，并不是存在太多的差异啊，这之后就留给这个手艺大佬来进行实现了。行客的飞影也可以拿下这个凯拼的绝影旋风锁。其实之前在测评这个凯拼的飞影的时候说过啊，就是我觉得凯拼的飞影拿这个绝影旋风锁有点小啊，好像给这个行客的这个比例刚刚好。
大家觉得呢？变成绝影旋风锁之后，大家可以对看一下这个比例方面这个问题啊，正好很合适，而且甚至这个刀啊超过了这个飞影的这个头部，这个海拼的这个飞影拿上这个绝影旋风刀的话，它大概是能到这个头的这个位置，甚至呢比头还矮了一些，这个比例才还原剧中嘛。那么这款刑克的飞影到这里就介绍完毕了。那么整体玩下来的话呢，感觉还是有所进步的，起码这次在把玩程度上啊，关节紧实力度比之前要好上一些了。这个就待时间来进行考量吧。至于这个细节的话呢，刑克我觉得还是有待加强的。蓝豹我上期吐槽了一下刑克这个修罗这个定价，但是至于这款刑克飞影究竟值不值现在的600来块钱的一个价格，就看大家自己的定位了。我个人感觉还是非常不值的，毕竟它只是一个国产模型，更何况它现在也还是存在一些或大或小的小毛病的存在。这个人气高，它就能决定一个玩具的一个价格和定位。反正至于怎么选择，就看大家对这款产品的理解了。好了，我是蓝豹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。